經引導。羅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。第31章。尋寶記，弗林特的指針。吉姆，當我們獨處時，常約翰·希爾弗說：“如果我救了你的命，你也救了我的命，這一點我不會忘記。我看見醫生催促你和他一起逃跑，我用眼角餘光看見了，我也看見你對他說不，就像我聽見了一樣。吉姆，這很能說明你的為人。這是自從襲擊失敗以來我看到的第一個希望的曙光，這都歸功於你。現在，吉姆，我們必須開始這該死的尋寶之旅，帶着密封的命令之類的東西，我一點也不喜歡。我們兩個必須背靠背地站在一起，這樣無論發生什麼事，我們都能保住性命。”就在那時，篝火旁的一個人叫我們說早餐準備好了，我們很快就坐在沙灘上，吃着餅乾和炸豬肉。他們升起了一堆足以烤一頭牛的大火，火勢非常猛烈，以至於只能從上風處靠近，而且即使這樣也必須非常小心。他們本着同樣浪費的精神，準備了我們根本吃不完的3倍食物。其中一個人發出一陣空洞的笑聲，把剩下的食物扔進火裡，火苗因這意外的燃料而更加旺盛地燃燒起來。我一生中從未見過如此不顧明天的人，他們的行為只有一個名字：揮霍無度。從浪費的食物和在崗位上睡着的哨兵來看，我明白，雖然這些人勇於投入戰鬥，孤注一擲，但他們完全不適合進行持久的行動。就連長約翰·希爾弗肩上停着弗林特船長，平靜地吃着早餐，也沒有对他的同伴們缺乏遠見的行為說一句批評的話。這讓我非常驚訝，因為在我看來，他從未像此刻這樣精明。哎，夥伴們，他說，你們真幸運，有燒烤用我這顆腦袋為你們着想。我得到了我想要的。是的，他們當然有船。他們在哪裡，我還不知道。但是，一旦我們找到了寶藏，我們就必須行動起來，弄清楚。然後，夥伴們，因為我們有小船，就能得償所願了。他就這樣繼續說着，嘴裡塞滿了熱乎乎的培根。他讓他們重拾希望和信心。同時，根據我越來越強烈的懷疑，他也重拾了自己的希望和信心。至於人質，他繼續說，這是他和那些他深愛的人的最後一次談話。我已經弄清楚了我想要的，這多虧了他。但這已經結束了。當我們尋找寶藏時，我會用繩子把它綁起來，因為我們應該像對待黃金一樣保護它，以免我們遇到什麼意外。你們明白嗎？但是，一旦我們奪取了寶藏，並作為好夥伴乘坐帆船離開，好吧？那時，我們會談論霍金斯先生，並且毫無疑問，會因為他所有的好意而分給他一份。難怪那些人此刻心情很好。至於我，則感到非常沮喪。如果他剛剛策劃的計劃順利進行，長約翰·希爾弗，這個已經是雙重叛徒的人，會毫不猶豫地採納他。他仍然腳踏2條船，毫無疑問，他寧願和海盜們一起享受財富和自由，也不願僅僅是逃脫絞刑。那是他從我們這裡能期望得到的最好的結果了。但是，即使事情發展到他不得不繼續忠於利弗西醫生，即使那樣，我們又將面臨什麼樣的危險？當他的追隨者的懷疑變成確定時，我們將經歷什麼樣的時刻，迫使他和我為了保命而戰？他，一個殘疾人，而我，一個男孩，對抗5個強壯而敏捷的水手。除了這雙重憂慮之外，我的朋友們的行為仍然籠罩着神秘色彩。他們令人費解地放棄了柵欄，他們令人費解地交出了地圖，或者，更難理解的是，醫生給長約翰·希爾弗的最後警告：找到他時要小心風暴。那麼你們就會完全明白，為什麼我的早餐索然無味。
以及我懷着多麼不安的心情跟隨我的俘虜去尋找寶藏。如果我們被人看見，我們的樣子一定非常古怪，穿着破爛的水手服，武裝到牙齒。長約翰·希爾弗帶着2支火槍，一支掛在前面，一支掛在後面，腰帶上別着那把巨大的水手刀，上衣的每個方形口袋裡都插着一把手槍。為了使這副怪異的裝束更加完整，弗林特船長停在他的肩膀上，語無倫次地喋不休，說着水手們慣用的話。我腰間繫着一根繩子，順從地跟在船上的廚師後面。他把繩子的另一端要麼拿在空着的那只手裡，要麼叼在牙齒之間。你們一定會把我當成一隻會跳舞的熊。其他人則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負重，有些人帶着鶴嘴鋤和鏟子，因為這些是他們從伊斯帕尼奧拉號上卸下的第一批物資。另一些人則帶着豬肉、麵包和白蘭地，供中午吃。我注意到所有的補給品和物資都來自我們的儲備，於是我明白了長約翰·希爾弗前一天晚上說的話的真相。如果他沒有和醫生達成協議，他和他的叛亂分子被船拋棄，將被迫以水和他們打獵的收穫為生。水對他們來說是不夠的。此外，水手們通常不是好的射手，而且雪上加霜的是，既然他們的補給品如此匱乏，可以推測他們的火藥也不會很充足。好吧，我們就是這樣裝備齊全地出發了，包括那個頭部纏着繃帶的人。他本應安靜地待在某個陰涼的地方。我們蹣跚地走向海灘，那裡有2艘像海灘，那裡有2艘小船在等着我們。即使是這些小船，也顯示出海盜們醉酒後的愚蠢行為。其中1艘的橫座板斷了，2艘船都亂七八糟的，沒有人費心去舀水。為了更安全起見，我們必須把2艘船都帶走。於是我們分成2組，開始在錨地的水面上滑行。我們划船時，圍繞着地圖發生了一些爭論。當然，紅色的十字太大了，不能作為我們的向導，而且背面注釋的措辭，正如你們稍後會看到的，留下了一些含糊不清的地方。正如讀者可能記得的那樣，上面寫着：望遠鏡山夾角上的一棵大樹。一個點，方向為北偏北東北，骷髏島東東南向東10英尺。因此，主要的參考點是一棵大樹。然而，就在我們面前，錨地被一個200-300英尺高的台地環繞，北部與望遠鏡山的北坡相連，並向南再次抬升，形成了陡峭的後圍山。台地的頂部覆蓋着一片茂密的松樹林。高矮不一，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一棵不同種類的松樹，比其他松樹高出40或50英尺。所以哪一棵是弗林特船長所指的大樹，必須在現場所指的大樹，必須在現場借助羅盤的讀數來決定。儘管情況如此，但我們幾乎還沒有走完一半的路程。每艘船上的人都已經選定了自己喜歡的樹。只有長約翰·希爾弗聳聳肩，保持平靜，告訴其他人等到我們到達那裡再說。我們按照長約翰·希爾弗的指示慢慢地劃着船，他不希望水手們過早地感到疲倦。經過相當長的一段航程後，我們在第2條河流的河口登陸。這條河流沿着望遠鏡山的一道林木茂密的峽谷流下，從那裡向左轉彎。我們開始沿着山坡向台地攀登。起初，我們的前進受到了堅硬泥濘的地形和茂密糾結的植被的嚴重阻礙，但漸漸地，我們開始注意到腳下的山丘變得更加陡峭和多石，同時森林的特徵也發生了變化，樹木生長得更加稀疏有序。說實話，我們正在接近的島嶼的那一部分非常宜人，分封異常的石楠和許多開花的灌木幾乎完全取代了草地。
這裡和那裡矗立着一片片綠色的肉豆蔻樹林，點綴着紅色的松樹樹幹和寬闊的樹蔭，前者的芬芳與後者的香氣混合在一起，空氣也清新宜人。這在灼熱的陽光下，對我們的感官來說是一種美妙的清涼。隊伍像扇子一樣散開，尖叫着從一邊跳到另一邊，大約在隊伍的中央，而且比其他人落後很多。常約翰·希爾弗和我一起前進，我被繩子綁着，他在光滑的碎石路上艱難地行走，氣喘吁吁。事實上，每隔一段時間，我就不得不幫他一把，否則他就會失去平衡，向後滾下山坡。我們就這樣走了將近半英里，並且正在接近台地的山脊。這時，位於最左邊的那個人開始大聲尖叫，好像受到了驚嚇，一聲又一聲的尖叫聲傳到我們的耳朵裡，而其他人則跑向他。他不可能已經找到了寶藏，老摩根匆匆地從我們的右邊經過時說，因為他一定在更高的地方。事實上，正如我們到達那個地方時所看到的，那是非常不同的東西。在一棵相当大的松樹腳下，被綠色的攀援植物包裹着，甚至把一些較小的骨頭都頂了起來，躺着一具人類骨骼，上面覆蓋着一些破布。我想在短暫的瞬間，我們所有人的心都涼了半截。那是一個水手，喬治·梅里說，他比其他人更大膽，走進骨骼並檢查着破布，至少那是上好的水手布料。是的，是的，常約翰·希爾弗說，我認為這是最有可能的。我不認為你會在這些地方找到一位主教，是嗎？但是這堆骨頭是怎麼躺着的？這不自然。事實上，再看一眼，似乎不可能讓屍體處於自然姿勢，但是由於某種混亂，也許是啄食它的鳥類造成的，或者是逐漸包裹它遺骸的緩慢生長的攀援植物造成的。這個人完全筆直地躺着，雙腳指向一個方向，雙手舉過頭頂，好像準備潛水一樣，直接指向相反的方向。我這顆老腦袋裡剛冒出一個想法，常約翰·希爾弗評論道，這是羅盤，這是骷髏島的頂端，像一顆牙齒一樣伸出來。來吧，你們想按照這些骨頭的方向來確定位置嗎？就這樣做了，屍體筆直地指向島嶼，而羅盤則準確地指向東南偏東。我就知道，船上的廚師喊道，這就是一個指示，沿着直線向上走，我們就能找到北極星和那些珍貴的金幣了。但是天打雷劈，一想到弗林特，我的內臟都涼了。這一定是他的玩笑，我毫不懷疑。他和另外6個人在這裡，他一個接一個地把他們都殺了，然後把這個人拖到這裡，把他當作指示牌一樣擺放，真是該死。骨頭是細長的，頭髮是金色的，是的，這應該是阿拉戴斯。你還記得阿拉戴斯嗎，湯姆·摩根？是的，是的，摩根回答道，我記得他，他欠我錢，是的。而且他還把我的刀帶到了陸地上。說到刀，另一個人說，為什麼他的刀沒有扔在這裡？弗林特不是一個會搜查水手口袋的人，而且我想鳥類不會碰他。看在撒旦的份上，沒錯，常約翰·希爾弗喊道。好吧，這裡什麼都沒有，梅里說，他仍在摸索着那些骨頭，一枚銅幣。甚至一個煙盒都沒有，這在我看來不自然。確實不自然，常約翰·希爾弗證實道，既不自然也不好看。該死的，夥伴們！如果弗林特還活着，這裡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不是好地方。他們有6個人，我們也有6個人，而現在他們只剩下骨頭了。
我親眼看到他死了。摩根說，比利給我看了，他躺在那裡，眼睛上蓋着2枚1便士的硬幣。死了。是的，毫無疑問他已經死了，並且被埋葬了。那個纏着繃帶的家伙說，但是如果曾經有過什麼遊蕩的靈魂，那一定是弗林特的。哎呀，他死得很慘。是的。是的，是这樣的。另一個人評論道，有時他會生氣，有時他會尖叫着要他的朗姆酒，或者唱歌。15個人是他唯一知道的歌。夥伴們，我告訴你們實話，從那以後，我再也不喜歡聽到他了。天氣非常熱，窗戶開着，我可以清楚地聽到那首該死的歌，而且他已經在與死亡做鬥爭了。好了，好了，長約翰希爾夫說，別再這樣說了。他死了，死人不會走路。我對此很肯定，至少他們白天不會走路。你們要相信這一點。想想，因為過度謹慎，貓都死了。前進，去拿那些杜布隆金幣。我們當然開始行動了，但是儘管陽光明媚，而且我們正處於光天化日之下，海盜們不再分開奔跑，也不再在森林中尖叫。相反，他們聚在一起，說話時氣喘吁吁。對死去的海盜的恐懼已經在他們的精神上留下了印記。